今天我还是想要和你来聊一聊在大马的居住端，但是呢，关于大马居住的硬件啊，你周围邻居人啊，我们都说过很多了。今天要说一说在大马居住的那些缺点，要发挥我们马吹的这个。都被你揭穿了。因为说缺点啊，当然有些可能是看上去像缺点，其实是优点。那这样吧，我先来说一点，我想了半天，我想到的那些真缺点。你说。首先啊，电力供应不稳定。至少在我们这一区，我们家是这样的。而且这种供应不稳定啊，不是你可以感受得到。比方说你早上起来，冰箱啊、冷气啊、灯啊都是好的，我懂你。但是有些东西它能够感受到，就比如说我书房的电脑、我的服务器，它们比较敏感，可能几百毫秒的这种断电就足以让它断了。尤其是我有一台台式机的，我的 iMac 一断，你要重新开机，服务器一断，哇，这个开机的时间更长啊。这一点上蛮多的，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有一次，我还蛮困扰的，可能只有买一个 UPS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对对对，这个倒我真的是，以前我们在上海，你们有这种几乎不会有断电了，几乎不会有断电。是的，那这个供应呢是和 infrastructure 有关系了，这讲起来又是一大堆。那我们有一次在朋友的店里吃饭的时候，不也遇上了断电嘛？对对对，整个区 blackout 了大概半个小时。有的啊，你看这个就有碰到了。而且我记得我们在诞生之前，第一次去选择的这个店址，本来考虑的是那个地方安邦嘛，然后当时人家就提醒我们说，安邦这个区域它不光是会有这种短时的断电，然后再恢复供应，它还有电压不稳的情况。当时我们的合伙人说，他以前那些比较贵重的那种电器，厨房电器，就是因为突然之间的电压不稳，直接烧坏，整个烧坏。现在想起来，这应该不是说着玩的，是真的会发生，而且结果会比较严重。再说安邦那区，我观察是比较老了，OK， 对吧？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服务啊，相对会比较慢。怎么说呢？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阵子一共3部电梯，其中1部坏了，那这个就要过了多少时间啊，才能够修好？可能半年都有。对，就特别慢。如果你要请 management office 处理一下我们的 access card 啦、卡片啊，那可能前后后花了差不多1年也才处理好。那这个比较夸张了。还有观众朋友说如果什么都很快，什么都这么及时，服务这么好，就不是你们想要的马来西亚。我觉得他讲的也有道理，我竟无以反驳。那倒是啊。我现在也已经习惯了。比方说你有任何要去找一个 repairman 的话，总是要提前个2-3天，然后他说好了不来，我也有心理准备，总是得预留出这些时间，这个都算是小问题，在我看起来。对，你看上海的响应速度虽然快但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嘛，我们自己的这幢楼不到位，曾经发生过这个电表负载，然后整个电表在那边烧了明火出来，对吗？然后交通的消防车开不进来，因为大家车停的很多，也有这种情况。对，而且呢，就服务质量上呢，也不是说这么好，因为他修完往往地上一地狼藉，他就走了，让你自己去收拾。这边呢，这个尤其我们一直来的这位印度人，他就挺好，进门脱鞋，对，进门脱鞋微笑，然后帮你把东西都收得比较干净才走让你微笑着让你来试一下。我觉得那还算是 OK， 而且是小问题。那么还有个中等的，算是缺点，不过我们应该是不会碰到啦。怎么说？就你看我们很多本身房产经营都比较成功的这些朋友，都提醒我们说，你不要买房。就是大马在居住上因为有些人一看哇，大马居住很好很舒服尤其他作为外国人就开始到处看房，然后就差不多已经要决定买房了。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朋友嘛？那他们都提醒我们说不要买房，对不对？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说的，你买房的话，你要看 location， 然后你要考虑的是你将来买进之后，你的出手市场的这个顾客的 coverage 有多大。像比如讲说，我们在某一些区域只能限定买2个 million 以上外国人那种房产，其实他就警告我，你脱手是很难的。然后他们自己，我有几个朋友，他们都是早年已经通过房产的投资实现了财富自由，他们会建议我们本地人买的比较多的是地屋。然后比较好的这种房子对对对，都是你外国人不能够买的。对的那么这个你不做或者你在特殊的金融时期如果选择买房一定也是好的，那只是
我们分享一下听到的这些观点。是，而且他们有跟我们提醒，他说我们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对？其实你直接去网站上看你的这个要买的屋子的它的历史成交记录，那个都是一清二楚的。OK， 好的，我能想了半天啊，就想到这点。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真缺点啊 ？Before 我马吹之前啊。你说的这些缺点，我觉得都不是缺点，因为对我来讲，你说你的电脑断电，然后大不了就重启嘛。因为本人不用这个电脑，很爱这种科技的 gadget 的人是很心痛的。这一年就是重启12次又怎么地？好 ，OK， 行。那么看起来你比我还要马吹啊。那么你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缺点呢？缺点？没有什么缺点吗？你觉得真的是自己太矫情了，你就感觉你被宠坏了。就是中国古话有一个叫由奢入俭难嘛，我现在已经由俭入奢易。对，我已经现在处于这个奢侈的这个高端，我自己内心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人生实现的居住梦想了，我在这里已经实现了，我觉得夫复何求，接下来只会走下坡路啊。我帮你总结一下，你感到的第一个缺点呢，就是大马的居住条件太好了。对，隐含的呢，就是说这种居住的性价比，无论是租房啊，或者是有些人买房啊，它的性价比都很好。因此呢，你昨天好像提醒我，就是说享受了这样的大马的居住条件以后，有个缺点呢，就是回不去了，是吧？怎么叫回不去了？你能不能举例？其实我们自己最鲜明的对比，回上海刚需的探亲之后，住在上海的屋子，从踏进门第一眼起，其实心里面就有巨大的落差了，对吧？以前我们 Wilson 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每次回到这边来，他讲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需要走这么长一段路才可以摸到电灯开关的经历了。他是因为我们刚刚踏进家门，打开门，然后我们的电灯呢是在客厅的另一端，然后嘟嘟嘟嘟要走很久，是不是啊？对，我们这是太夸张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一套房子是1500多 square feet， 对吗？1600 square feet，1600 square feet，然后这个1600是关起门来我们的实际使用，反正它叫 built in 啊 ，built in，对。那如果是换算成以上海的得房率来算的话，我等于是住了一套可能是在220-230到2000平方米的2000以上那个平尺的，对，哎呀，这个比起我们在上海住的套内面积是97平方米，然后产生面积120平的房，我们是大了50%的居住空间啊。对啊。你这50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 Wilson 以前的自行车是放在家里的，我们在客厅里面可以骑自行车绕圈儿。你这种大，你可能一开始是感受不到，但是你居住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我们是一个被以前的绿豆芽感觉上面顶棚就能够头一抬就能够撑到天的感觉，但是你在这边是一个自由生长，你是在户外的绿豆芽，是这种感觉啊。对，这个你讲到这个缺点啊，我觉得也是还有一个缺点了，就是每人一个房。那么有时候啊，我想叫一下 Wilson， 这是喊破了喉咙他都听不到。那倒是，我只有跑过去说，然后才能把他叫起来啊。那这个跑来跑去还真有点累，而且家里没有回音，你知道吗？这说起来啊，有一些凡尔赛。那么实际上，我想对大马人来说，这种面积算是很普通的，算是中等吧。因为很多人如果他是，比方说2层3层的，或者这个家里大的，那有的是嘛。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可是开了很大的眼界了。对，这种房子啊，就是1600平尺的，然后家里没有楼梯，需要走上走下，我们在中国叫大平层嘛。对吧？那是属于比较很多人的梦想啊，是吧？这也不是我们的梦想嘛，对吗？然后我觉得它还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在于，因为它不需要像我们上海的房子装地暖，上面要加个吊顶埋线路嘛，它本身这个房子它预留的层高就非常高，所以其实你整体的感觉，你会感觉好像比你这个1600平尺还要大。对，就是如果你以体积来说的话是比较大的不是每栋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朋友来看过嘛。他说我们这个层高，确实是比较舒服的。我看了一下，差不多应该是，我觉得有3米吧。就我们正常的人，差不多是要2倍这样高。那么你就显得整个空间就是，那你讲了有个缺点就是回音嘛，尤其是我们俩经常要录音。我想到另外一个，还有一些技术手段啊。想到另外一个缺点，因为层高很大，然后它体积很大嘛，其实很费电。所以大家以前总是说我们怎么3个人用电很费冷气，你这个好聪明啊，有道理啊，哦呦厉害啊！我是没想到，难怪啊，现在终于破案了。我们家已经是富人了，你知道吗？因为安华说家里有4架冷气以上，就要这个电费或者什么税就要高一点。他说用这个作为判断依据，那我们家有超过4架冷气。
哦，我们家有五六架冷气嘞。其实我觉得它的这边的电费跟上海比，还是比上海便宜的。便宜一点，我们上回有算过吗？上海那个面积要比这里小这么多，要小1/3吧。然后我们的其实到了盛夏时节的这个电费比这个还贵，上千人民币这样。而且我们是用的很省的，我们还在外面上班，平时白天是没有人开空调的。是便宜，我们有算过的，水费呢是无限的便宜，煤气是无限的便宜。那电费呢，我们上回也算过，差不多要便宜30%-50%这样子的，实际上是的。而且你考虑到就刚说这个体积比较大嘛，比如说高度如果要高30%，面积再大50%以上，那你看原先如果是这个就是1.3乘以1.5，差不多应该就是要是 double 了，你要这样想啊。对，它要打通的这个整个体积来说啊，这算是一个缺点吧。对啊，那么你觉得像家里啊也不有洗衣机，不需要烘干机了，没有烘干机对吧？没有什么电热毛巾架啦，没有那种什么马桶的座圈加热呀，家居比较简单，这算是缺点吗？我觉得这不就是优点吗？就是你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四季如春的国度里面，像我们以前的这个四季分明的上海，你为了要预备某几个极端季节，然后去用的那种3个季节不需要用的那些家电就不需要再买了，对不对？然后这是省下很大的空间，让你的家看着bigger than bigger。那么还是回到缺点上面啊，我觉得另外呢有一个缺点的，住过了大马的你还说到回到上海你就感到不舒服嘛？你想未来我们再找其他房子去住，甚至于我们如果再到其他地方长期旅行啊，一定就会不习惯，因为你对屋子的要求眼光就会变高了。对啊，这种变高是就会转变的。其实你稍微住了一下，包括说我们有时候送货，哇，这个吉隆坡市中心啊，或者在甲洞啊那些好的房子，一看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眼光瞬间就会提高，那个来得好快啊，这是缺点啊。那你未来为了置产或者说为了租房子，肯定要挑比较好的了。其实我跟你的想法是有一点轻微的不一样。我虽然说由奢入俭难嘛，但是我更明白了说，住了这个大房子的时候，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对我来讲的话，我不是在乎这个地段，所以地段已经可以去掉。第二个，我也不在乎它的这个装修是否豪华。对我来讲，一切只要有一些软装就可以了，硬装好不好，家具好不好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可以自己配。然后我觉得我想要的就是空间大，这个空间大就是家里不要东西塞得满满的，然后层高一定要高。因为我就回想到，这个对我有启发。我每次都跟你说，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扫地机器人。为什么？就是扫地机器人上面就有一种功能嘛，转来转去，避障对吧？对，避障功能。其实，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人会自动的会怕撞到一些物件，然后你的行为是谨小慎微。我走路在我们家里走路是4仰8叉。我妈一直说我现在走路感觉像那个身上带刺。如果在上海的话，经常走到什么家里面什么东西，啪。就带到什么东西？你讲到这个，想到我们可以讲一趴，就是那些别人认为可能是缺点的，但事实上不是缺点。包括你刚讲了，如果这个房你选的地段不是很好，它里面的装修不是很好，你觉得没有太大关系，对吗？没有太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生活性质，不需要去上班，然后在家就能够完成这个所需要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对交通的要求就不那么敏感。OK。那你在意的不是地段，不是它的装修，你刚刚有讲了，你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讲的好像是代表空间大，对吗？对啊，我在意的就是这个房子的维护成本不要很高啊，就我可能就不会去考虑 landed property， 这里面要自己打理，然后自己维修一切，我可能就会住 condo。那将来有什么东西坏了 ，management office 可以帮忙来修。那家里面自己稍微每天每个区域弄一下就可以，我不需要有专人打扫。关键我也不需要每天就是要鼓足勇气想一想，我今天上午要爬几层楼，然后下楼去拿什么，这个事情我真的是不想做。其实我有想到，你不是问我说我从小我们家的居住环境也很差吗？那么到了大马来有些什么改观和什么认识吗？我在想啊，我以前所有的生命经历，从小你看小时候读书，然后呢上大学工作，然后我们结婚小孩出生，都没有一段时间是和家人相处这么长时间的，就是成天的相处，只有到了大马才是这样的。OK。所以我觉得你讲的这些也特别重要，就是比较大，你住的比较舒服。我在之前工作的这个时间里面，我出差住的那种 corporate hotel 都是非常好的 ，Four Seasons。出去开商务会议，我们甚至住过新加坡的那个圣淘沙上的 Capella。就是
包括我们自己出去有内政很烧包的时候，总是会订特别好的套房，甚至是别墅的房型。你住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些所谓的酒店的豪华都是千篇一律，毫无美则美矣，毫无灵魂。对于我们自己居家生活来说，他们那种大量的使用包豪斯风格，还有这种大理石的这种感受，其实你是感觉到就是一个酒店，你不会把它当成家。所以家不是一个需要豪华的地方，就是你看过这么多之后，你发现说我只是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我不想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在家好像避雷针一样的这样走路，我只是想要自由就可以了。因为房子提供的是一个供人居住的环境和躯壳嘛，对，就好比一个杯子再漂亮，但是你里面装的东西是可以去切换的嘛。是的，而且你不需要像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说房非买不能住。你看我们现在住在这里，虽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博主说自己这个租房的糟心经历，但我想说我们真的太幸运了。我们不管是以前住的短租的 Airbnb， 还是现在住的这个印度房东给我们房子，我觉得这里的房东真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有些人觉得可能你没有缺点，但事实上不是缺点的缺点，别人认为的缺点。你到这里来，你短时间又不能买房，这不是属于你，其实问题不大。因为你内部你怎么生活，你怎么在里边打理，人就会给你带来很舒适的一个体验。我还想讲两个相对实际一点的，人家会说，哎呀，这个好像是大马居住上容易碰到的问题，但是我体会下来，实际上真的不是问题，不是缺点。第一个水质，第二个网络速度。水质怎么说？因为很多人会讲水质不好嘛。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碰到，它有时候水会放出来有些黄，但是我自己买了一个叫 TDS 去测水质的一个仪器，我测下来在上海这个水这个 TDS 的可溶解数字的值大概是120，在大马测了很多次，在不同的点测都是只有60几，就是说自来水的这个水质基本上要比上海要好上1倍至少这里面的杂质要少。那么为什么有时候会黄呢？有时候可能是水箱清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马的水质是好的。还有一个看上去是缺点，其实不是缺点的缺点，就是网络。很多人觉得这个在物业或者说整个屋子提供的网络是比较慢的。比如说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用到1个 GB 的下载速度，但是在大马我只用了1/10是100兆的。其实我看用下来它的使用体验是非常好的。第一呢，非常稳定；第二呢，其实在大马提供的上载和下行的速度都是一样快的。在中国你要去下载这个速度是它提供的这个速度，但是上载 uploads 的速度是远远的要低于它标称的这个速度，所以实际的使用体验并没有这么好。那一开始讲了各种各样的真缺点，讲了看似对自己来说有些缺点，其实是大马房产的优点，也讲了别人认为是缺点，但我觉得不是一个大问题。这个是我们居住下来的一些体验希望对你也有帮助。